我活了48年，怎么也想不到，下令把这个3岁小皇子丢在破院里活活熬死的人，竟然是当朝最受宠的贵妃娘娘。我叫张贵芬，48岁，昨天还在给搬砖的儿子做饭，今天就穿成了这吃人后宫里最低等的奶娘。开局就被派去伺候一个被下令等死的废皇子。这哪是当奶娘，这分明是让我陪葬的死局。张奶娘，贵妃娘娘说了，六皇子八字弱，冲撞了锐气。今晚这偏殿，断炭火，断太医，能不能熬过去，看天意。这大雪天封门断火，跟要他命有什么区别？你若敢私自进去，同罪。我们走。这废皇子要是今晚冻死了，我这个奶娘明天一早绝对得陪葬，横竖都是死。老娘死过一回的人，还怕你们这帮没根的太监？只要把这孩子从鬼门关拉回来，他就是我在这皇宫里的保命符。滚烫！没事了，奶奶在呢，别怕。不走，奶奶不走。看天意是吧？我张贵芳活了48年，最不信的就是天意。从今往后，这孩子我管定了。那个奶娘呢？让她下来。奴婢张贵芬参见贵妃娘娘。哼哼，本宫让你好生照看，你倒真有本事，把人给救活了。回娘娘，六皇子命不该绝。这病秧子当年是本宫去母留子抢来的筹码，如今废了，只会惹皇上嫌晦气。本想借着高烧让他走得干净，这贱婢竟敢坏事！来人，教教他规矩。不要打奶娘！六皇子为了个低贱的奴才，连皇家的体面都不要了。听话，让开！不让！皇上口谕，贵妃娘娘，皇上听闻六皇子昨夜高烧，特命老奴来看看。哟，娘娘这是在动家法呢？有劳陈公公，这奶娘伺候不周，本宫正小惩大戒。既然皇上挂念，今日便罢了。算你走运，我们走。没事了，奶娘在。走，奶娘带你找口热乎的。那个女人的眼睛里全是恨，肯定不会就这么算了。先把日子稳当，风浪还大着呢。去了，什么情况？回陛下，老奴去西偏殿看过了，六皇子昨夜高烧，无人问津，是个新去的奶娘用土法子帮皇子退的烧。今早苏贵妃带人上门动了廷章，六皇子冲出来挡在那奶娘前面，说了句不要打奶娘。你说什么？
六皇子冲出来挡住奶娘，不让贵妃的人打他。一个3岁的孩子发着高烧，还要冲出来保护别人，这说明他身边除了那个奶娘，就没人要了，连朕这个父皇也不在其中。传朕的旨意：第一，6皇子全部用度，按皇子标准足额发放，任何人不得克扣。第二，新来的奶娘张贵芬，专职照顾6皇子，任何人不得干涉刁难。第三，苏贵妃言行失当，禁足1个月闭门思过。动刑的宫女罚去浣衣局，永不回内廷。钦此。奴婢领旨谢恩。张奶娘，这是御膳房特意准备的鸡汤、白面、馒头、小菜，您看合不合胃口？缺什么您随时言语。昨儿连馊饭都不给，今儿却把脸贴上来。这帮人冲的不是我，是皇上那道旨意。多谢。恒儿，来吃饭了。禁足1个月，闭门思过。一个最低等的奶娘，日子还长着，本宫倒要看看你能得意到几时。睡吧，奶娘在这儿呢。皇上的旨意能护一时，护不了一世。苏贵妃那个女人解禁后必定反扑，我一个无权无势的奶娘，拿什么跟她斗？怕个鸟！既然老天爷让我穿到这吃人的后宫，就没有退路。我张贵芬活了48年，什么阵仗没见过？这孩子，我管到底！谁敢动他，老娘就跟谁拼命！张奶娘，哎呦喂，这阵子内务繁忙，一直没过来看您，您可千万别见怪。有劳刘管事了。应该的，应该的。那奴才就不打扰您和6皇子用膳了。张奶娘，我来看看您这儿缺什么不？不缺。皇上的旨意下来之后，什么都有了。那是，奴婢告退。没有无缘无故的好意，以前连口热汤都不给，现在这帮人天天来晃悠，风向一旦变了，他们翻脸绝对比翻书还快。恒儿，来吃饭了。奶娘，吃。这是汤太香了，他自己不舍得喝。喝，奶娘和恒儿一起喝。恒儿，恒是你，儿是孩子的意思，这是你的名字，想学吗？奶娘教你。恒儿真聪明，一学就会。他在笑，这孩子不是不会笑，是以前从来没有人让他笑过。张奶娘，贵妃的禁足期没多久就结了，咱家听到风声，苏家那边有人在走动。贵妃的父亲苏太师这几天一直在联络朝中大臣。多谢陈公公提点。咱家也是看6皇子可怜，
这孩子好不容易有了个人照顾，要是再出什么事，咱家心里也过不去。那些突然冒出来的笑脸，冲的都是皇上的偏袒。苏贵妃一旦出来，苏太师一发力，这偏殿立刻就会变成吃人的狼窝。睡吧。不管外头风怎么吹，不管他苏贵妃有多大的权势，这孩子我张贵妃护定了。张奶娘，我是二皇子的奶娘，特意来跟您道谢的。照着您那法子，让二皇子早起活动，定时吃饭，不给零嘴儿，才3天，殿下胃口就好多了。这2碟点心您千万收下。不是什么秘诀，身子动开了，胃口自然好。嬷嬷客气了。这奶娘还真有2下子。名声传出去了是好事，但贵妃解禁在即，这破院子护不住她，得让这孩子走出去，让宫里那些长了势利眼的人看看，她活得好好的。走，恒儿，奶娘带你去御花园转转。别人眼里破石头，在他眼里，这是他能找到的最干净、最好的东西了。多谢恒儿，奶娘好好收着。奴婢张贵芬参见皇上。六皇子认得朕吗？恒儿，皇上问话呢。是父皇。你教的不错。奴婢不敢居功，是六皇子天生聪慧。退下吧。恒儿，刚才做得很好，皇上夸你了。院子里没人，但有人来了，是夏马威。张奶娘，太师府那边来人了，贵妃娘娘3天后解禁，上面让您好自为之。3天，太平日子要到头了。太安静了，平时这个点儿，御膳房送水的、换衣举路过的，总有点动静。今天这院子周围像被人掐住了脖子一样死寂。张奶娘，贵妃娘娘解禁，在储秀宫召集各院管事的说话，娘娘指了名，让你也去。恒儿，奶娘出去一趟，不管外面有什么动静，别出来，别出声。本宫不在的这1个月，辛苦各位了。不敢，娘娘言重了。御膳房的刘管事，听说你最近挺忙的。奴才该死，奴才只是一时糊涂。刘管事是个能干的，起来吧。二皇子的奶娘王嬷嬷，听说你最近
跟西偏殿那边走得挺近。回娘娘，老奴只是去请教了些养孩子的法子，绝无二心啊，娘娘。赏你了，往后好好伺候二皇子，别到处乱跑。老奴谢娘娘恩典。杀鸡儆猴，他才牵出所有可能帮我的人，下一个就该是我了。时候不早了，都散了吧。刘管事被敲打了，以后绝不敢再送饭。这几天的口粮断了。恒儿，你这是做什么？他看我脸色不好，以为我冷。奶娘不冷，恒儿自己盖。赵公公，你这是干什么？贵妃娘娘说了，六皇子身子弱，需要静养，闲杂人等不得打扰。这院子先锁上。还有，娘娘心疼皇子，说皇子肠胃娇气，吃不了太好的东西，以后饮食专门配给，清淡为主。什么静养？这就是软禁，2个人1天1碗米汤，这是要我们活活饿死在这破院子里。锁门断粮，我张贵芬吃过的苦，比你们这帮深宫里的人吃过的饭都多。总不能让一个3岁的孩子跟着我饿死。明天天一大亮，哪怕把这门砸烂，我也得趟出一条活路来。砸不开，外头用的是死铁链，说好的稀粥也没送来。他们是铁了心要在这院子里把我们熬死。满打满算2斤多，1天2顿，多兑水。点心留给恒儿，只能这么熬了。来，吃饭了。奶娘吃饱了，你多吃点儿。恒儿，你看，这叫马齿苋，叶子厚，掐一下黏黏的。以后要是奶娘没空做饭，你自己认的这些就饿不着了。恒儿真能干。奶娘，吃。奶娘有，你自己吃。奶娘，吃。1人1半。没粮了，这墙再高，今天就算摔断腿，我也得翻出去找吃的。这么严密的封锁，这深宫里头到底是谁冒着掉脑袋的风险给我们送这救命的门口粮？等一下，这小太监，我刚来御膳房领饭的时候，他跟着林嬷嬷起过哄。这几天冒死送饭的，居然是他！张奶娘，小的以前对不起您。怎么个事儿？小的以前跟着李嬷嬷欺负过您，小的不是人。你先快起来，递上粮。你叫什么名字？为什么要帮我？小的叫小春子，以前觉得您跟别人一样是来巴结贵妃的，后来小的看到您照顾六皇子的样子，您挨了板子也没吭声，还对那孩子笑。小的从小就没了娘，
要是小时候也有个人这么对小的，小的也不会吃那么多苦。拿着，你送了好几天的吃的，我不能让你白跑。以前的事儿过去了，你以后好好的就行。小的以后天天给您送吃的。7天了，西偏殿那边还没动静。回娘娘，那边好像还能撑得住。你是怎么办事的？让你锁个门都锁不牢。娘娘息怒，门确实锁了。锁了人怎么还没饿死？给本宫盯紧了，一只苍蝇都不准飞进去。本宫倒要看看他能撑到什么时候。皇上，天不早了，该歇了。户部喊穷，工部推诿，地方官装死，朕养了一群什么人？下去吧。奶娘，干嘛？晒干了存着，以后有用。张奶娘，您弄这么多野草干什么？院子里虫子多，晒干了夜里熏屋子。外头出什么事儿了？我看你脸色不好。黄河发大水了，淹了好几个县，皇上愁得好几天没合眼。昨天在御书房发了好大的火。户部尚书今天在朝上说，这是黄河水神发怒，得用童男童女祭河才能平息。现代社会发大水，水退了都要闹瘟疫，这古代防不住，连童男童女祭河的荒唐法子都出来了。真要闹起疫病，死的人比淹死的还多。知道了，多谢。恒儿，奶娘跟你说个事，你死死记住。从今天起，不管多渴，只能喝烧开了的水，生水一口都不能碰，喝了会拉肚子，会死人的，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还有，要是看到外面有人发烧、拉肚子，身上起红疹子，立刻离远点儿，跑得越远越好。皇上，您好歹歇一歇。皇上，老奴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。老奴听说六皇子身边那个奶娘懂些民间偏门，前些日子他不用太医的药，就把六皇子从鬼门关拉了回来。二皇子用了他的法子，身子也大好了。满朝文武，除了哭穷就是想这些荒唐法子。现在，居然要朕去问一个最低等的奶娘。让他过来。现在，张奶娘，皇上召见，即刻。恒儿，乖，奶娘出去一趟，马上回来。奶娘，早点回来。跟我走。
皇上深夜召见，躲不过去了。我张贵芬活了48年，连死都不怕，还怕见个人不成？奴婢张贵芬参见皇上。起来吧。陈公公说你懂些杂学。黄河水患，你有什么看法？来了，这是要命的考题，答错了，明年的今天就是我的忌日。答对了，我和韩儿才能在这后宫彻底站稳脚跟。回皇上，奴婢不敢说懂。黄河水患，当下水淹不是最凶险的。世人怕洪水滔天，水还没退，你倒担心起之后的问题。最可怕的是水退之后。回皇上，大水冲垮堤坝，用土石是挡不住的，得用柴草泥土捆牢。但下游泥沙大，把河床抬高了，光堵不行，得让路，把水引开。但奴婢说水退之后最凶险，是因为大灾之后必有大疫。水退之后，淹死的人数泡在水里发臭，人喝了不干净的水就会染上疫病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到时候死的人比淹死的还多。必须把灾民分开安置，不能挤在一处。死了的牲口挖深坑撒石灰掩埋，所有人必须喝煮沸的水。你怎么知道这些的？绝不能露馅。回皇上，奴婢老家以前闹过水灾，水退了之后闹瘟疫，小半个村子的人都死了。奴婢的爹娘就是那时候没的。交工部分洪导流，疏水攻沙，这3条善后防疫之策，抄送各地方州县，即刻执行。老奴遵旨。张贵芬，你照顾六皇子有功，从今天起，按1等嬷嬷的规格发放。西偏殿的封锁撤了，朕让人给你们换个住处。以后谁再敢为难你，直接找陈公公。奴婢谢皇上恩典。张奶娘，恭喜了，凭几句话就成了1等嬷嬷，这后宫里您是头一妃。多谢公公提点。不过咱家得提醒一句，苏太师在朝堂上主张祭祀河神，皇上没听，反倒听了你一个奶娘的，你这一回算是把苏家得罪死了。奶娘回来了，没事了，以后都没事了。那个奶娘不能留了，她今天一席话，让满朝文武都在看老夫的笑话。这种人留着是个祸。父亲放心，女儿已经有办法了，本宫会让她永远闭上嘴。赵公公，你连夜出宫一趟，去找天机教的清风道长。娘娘想让道长做什么？也没什么，就是让他过几天进宫一趟，在皇上面前说几句话。天机教的方士最擅长胡说八道，要是清风道长在皇上面前说一句宫里有妖孽，这招借刀杀人，连骨头渣子都不会剩下。奴才明白。去吧，此事不可让任何人知道，要是走漏了风声，你知道后果。找谁？咱家是宫里来的，奉贵妃娘娘之命，找清风道长有要事相商。张奶娘，宫里都传遍了，说您昨晚在御书房跟皇上说了好一会儿话，皇上还夸了您。现在好些人都说您有本事呢。在这宫里头，有本事不是什么好事。您可要小心些。我听说储秀宫那边昨晚上亮了一夜的灯。皇上刚赏了我，苏贵妃就亮了一夜的灯。
他这是连夜在织网，这网绝对是冲着我来的。我知道了，多谢你。张贵妃。昨天还在上赶着巴结，今天就像躲瘟神，这绝不是普通的刁难，这是有人放出了要命的风声，让整个后宫都跟我划清界限。启禀皇上，臣连续3夜观天象，发现紫微星暗淡，有妖气冲入后宫。紫微星暗淡意味着皇室气运受损，妖气冲入后宫，说明宫中藏有妖孽之人，附身在宫人身上祸乱皇室，若不及早清除，恐有大祸。查，微臣听闻天机教最善抓妖法事，不妨一试。传朕的旨意，请天机教的清风道长入宫，开坛做法，驱除妖险。恒儿，你编什么呢？给奶娘装东西。妖孽附身，开坛做法，这宫里哪来的妖孽？只有吃人的鬼。这孩子好不容易能安稳几天，他们连这点活路都不给留。那个奶娘，这一次必须死。张奶娘，您怎么来了？我来领点小米和鸡蛋。张奶娘，要不您以后别来了，御膳房的东西最怕沾上不干净的。妖孽附身传得真快，这种事越解释越可疑。我现在只能等那个清风道长来，清者自清。奶娘，环儿，奶娘不是妖怪。恒儿，你在说什么？我听他们说了，他们说奶娘是妖怪，奶娘不是妖怪。只要这孩子信我，外面的人就算把天说破了，我也不怕。那个奶娘来路不正，六皇子一天到晚跟着她，也不知道这个老妖婆下了什么蛊。不准说我奶娘！殿下，听闻那个奶娘就是个妖孽，您别再跟着她了。外头都传遍了，张奶娘来历不明，真说不好是什么妖怪变的。不准说我奶娘！疯了！这屋子的人都着了魔！恒儿，奶娘，他们说你是妖怪。奶娘知道，没事儿。恒儿，你听着，不管外面的人说什么，奶娘不管是不是妖怪变的，都不会离开你，记住没有？天机教清风道长奉旨入宫。该来的还是来了。日子总得过，孩子总得吃饭。张奶娘，前面做法事，请您过去一趟。
找到了，妖气就在此人身上。什么？张奶娘，道长您可看清楚了？贫道修行30年，绝不会看错。此女身上妖气冲天，若不及时清除，必将祸及六宫，殃及皇室。道长，你说我身上有妖气？哼，妖孽还敢狡辩？我不是狡辩，我就是想问道长2个问题。问完了，你要杀要剐，我认。你问。第一个问题，道长，你说你修炼了30年，能通鬼神，那前些日子黄河发大水之前，你怎么没算到？你要是提前算到了，跟皇上说一声，下游几个县的百姓是不是就不用遭殃了？天机不可泄露。第二个问题，道长，你手里那碗符水，你说能驱邪，那我问你，你敢不敢把这碗符水泼在我脸上？要是泼了我没事，你是不是就是在说谎？我没狡辩，我在问你问题，你倒是回答我啊！来人，把这个妖言惑众的道士给朕拿下！皇上饶命！不是贫道自己要来的，是有人让贫道这么说的。谁？大胆妖道，竟敢在本宫面前妖言惑众！来人，还不快把他拖下去！是赵公公，是贵妃娘娘身边的赵公公来找贫道的。他说，只要贫道在皇上面前指认那个奶娘是妖孽，就给贫道1000两银子。赵公公，你竟敢做出这种事！赵公公打入大牢，听候发落。这个妖道送去西荒沼泽，即日起步行出发，永不赦还。奶娘回来了。张奶娘，您可真行，宫里都传遍了，说您2句话就把那个道士问倒了。赢了这一局，心里却一点也不轻松。苏贵妃毫发无损，赵公公只是个弃子，废了贵妃身边的人，彻底得罪了苏家。这后宫的水只会越来越深，后面的路更难走了。赵公公没等用刑就全招了，一个人扛下了陷害我的罪名，把苏贵妃摘得干干净净。皇上没有确凿的证据动不了苏家，只能杖毙他这只替罪羊。替主子卖了20年命，最后像扔破鞋一样被扔了。这宫里可怜人太多，我没工夫替别人心酸。我得先带着恒儿活下去。奴婢春兰、秋菊见过张嬷嬷。张嬷嬷，以后小的就在您这儿当差了。您让小的往东，小的一定不往西。都起来吧，以后在这院子里好好干活就行。去把厨房和西屋收拾出来。哎，奶娘，我们以后住这儿了。对，皇上封了我做1等掌事嬷嬷，以后咱们就住这儿了。
香。睡吧。奶娘，那个坏人还会不会来？奶娘在呢，谁也欺负不了你。等我长大了，我保护奶娘。好，奶娘等着你。皇上赏了棉布，是在告诉我，他知道我是清白的。可这有什么用？苏贵妃今天没被扳倒，她的兄长苏将军正领兵在外，苏家势力只会越来越大。这份安静只是暂时的。我现在是从奶娘变成了掌事嬷嬷，在苏家面前依旧像只蚂蚁。但那又怎样？不管苏贵妃还想干什么，老娘都接着。这孩子天生就有股子贵气，以前是没人教，现在有热饭吃，这日子跟刚来时比，真是一个天一个地。奶娘，给你。涵儿真厉害。张嬷嬷，出事了！什么事？边关来的800里加急，北境蛮族犯边，连破2城。皇上定了，让苏将军领兵出征。陈公公半个月前刚提醒过我，苏将军手里握着西北兵权，这一仗苏将军要是赢了，手握战功，功高震主，这朝堂上谁还压得住苏家？知道了。下去吧，吃饭吧。奶娘，你是不是担心？奶娘没事，你快吃。几百里外，战报正在往京城赶，苏家的刀已经悬在脖子上了。这平静的日子，终究是到头了。张嬷嬷，前朝刚传来的800里加急。苏将军在北境大败蛮族，斩敌3000，皇上大喜，当朝加封苏将军为镇北大将军，赏黄金1000两。现在储秀宫那边门槛都被道贺的人踩破了。人家打了胜仗是好事，苏将军封了大将军，苏家这回是彻底权倾朝野了。苏贵妃有了这么硬的靠山，定不会放过我。张嬷嬷，贵妃娘娘在储秀宫设宴，点名请您过去伺候。嬷嬷，贵妃肯定没安好心，能推了吗？推得了今天，推不了明天，不去就是抗旨。别怕，奶娘去就回。哟，张嬷嬷来了，来人，给张嬷嬷看座。哦，不对，今儿个本宫这儿热闹，席上坐的都是尊贵的主子，哪有张嬷嬷的位置？只好委屈张嬷嬷在一旁伺候了。是，奴婢理应伺候。酒凉了，换。太烈，换淡的。张嬷嬷辛苦了，本宫敬你一杯。奴婢不敢。喝了。哎呀，本宫手滑了。
是奴婢动作迟缓，没能接住，冲撞了娘娘。奴婢再去给娘娘换一杯。行了行了，扫兴，滚下去！奴婢告退。跪在地上擦酒怎么了？我一个活了大半辈子的人，连死都不怕，还怕擦地？堂堂贵妃当众刁难一个下人，丢人的是她。奶娘，她欺负你了。奶娘没事，不小心洒了点酒，洗洗就干净了。他心里什么都清楚，他把恨全都刻在了骨头里。奶娘，还有不到1个月，涵儿就6岁了。皇子6岁入宫学，这是铁律。到了宫学，我就不能时时刻刻护着他了。苏家的手肯定会伸进去。恒儿，你得自己长出獠牙来，去对付那些吃人的狼了。奶娘，我要是答不上来怎么办？答不上来就答不上来，有什么大不了的？你就当平时在家里认字一样。可万一太傅问的问题我不会呢？那你就像这样，你就说，太傅，这个问题容学生想一想，千万别瞎蒙，不会就是不会，但要想一想再说，显得你认真。去吧，奶娘相信你。今日入学，先考考你们的底子。二皇子，子曰：“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”三皇子，我忘了。六皇子，人之初，性本善，性相近，习相远。你说说。人之初，性本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回太傅，学生以为人生下来的时候心都是好的，但后天的日子过得好不好，遇到过什么人，学过什么东西，会把一个人变成不同的样子。所以人小时候要好好教。这是谁教你的？是学生的奶娘教的。奶娘说，人就像一棵小树苗，种在好土里，浇上水，晒到太阳，就能长直了；种在烂泥里，没人管，就会长歪了。奶娘教的，一个低贱的奶娘能教出什么好东西？我奶娘教我的东西，比有些人他娘教的多得多。好了，都坐下。能把一个被遗弃的皇子教出这份通透与气度，这个素未谋面的奶娘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物？这是六皇子编的？是，孩子自己学着编的，编得不好，让太傅见笑了。张嬷嬷，你一个奶娘，怎么会教孩子那些明理做人的话？回太傅，奴婢没什么高深的学问，就是把自己知道的老理儿教给他。奴婢跟恒儿说，学问这个东西不会不丢人，不学才丢人。张嬷嬷，六皇子是个好苗子，你教得好。皇上，六皇子是可造之才。臣教了这么多年书，罕见如此通透的孩子。
朕知道了。娘娘，陈太傅在皇上面前夸六皇子是可造之才，还说他通透。好一个通透的六皇子，好一个会教人的张贵芬。你们这群废物，平日里不多陪着殿下温习，连几句书都背不顺畅，害得殿下受人耻笑。好了，不哭了，娘让人给你做好吃的。咱们不跟那个奶娘带出来的野种比。看什么破书？这是我的书，你的怎么了？我是你三哥，我看不懂。你看可以，但你不能扔。你刚才课上回答太傅的问题，是不是故意的？你就是在显摆。三哥，你要是想学，我可以教你，但你要是想找茬，我没空陪你玩。陈公公，你这是要拦本宫？那个奶娘教出来的东西，敢欺负到本宫儿子头上，本宫今天非扒了他的皮不可！娘娘息怒，老奴不敢拦娘娘。老奴只是多嘴提醒一句，皇上最近为边关的战事在御书房发了好几通火。娘娘若是为了小孩子拌嘴这等小事去闹，皇上心里只怕会觉得娘娘斤斤计较，不懂事儿。好，本宫懂事。今天在宫学怎么样？挺好的，三哥找我麻烦了，但我没跟他吵。那你生气了吗？有点，但我不跟他一般见识。对，跟不讲理的人吵架，赢了也没意思。你把书读好，比什么都强。孩子大了，风雨也大了。今天萧玉找麻烦，明天苏贵妃就会来算账。面对这种吃人的豺狼，光是不争还不够，还得有不怕的底气。这一年，这孩子功课学得最快。二皇子问他，他不厌其烦；五皇子握不住笔，他顺手扶正；三皇子找茬，他总能4两拨千斤，明理通透，心性端正。老夫教了一辈子书，这样的苗子罕见。六皇子，你可愿意做老夫的正式学生？学生愿意，学生拜见老师。今日仓促，你拜师之礼日后补上便是。这柄竹尺，老夫用了大半辈子，今日传你，全当致见之礼。学生愿意，学生拜见老师。好，老夫毕生所学尽数传你。你要记住，学问越大，责任越大。学生记住了。替老夫给你奶娘带句话：孩子的根是他打的，他比你想象的要了不起。奶娘，你慢点儿。奶娘高兴，这酒呛得痛快。张嬷嬷，你没去看，可热闹了！苏将军骑着大白马，队伍排了好几条街。皇上封了苏将军做护国公，还许了3代袭爵。有什么好看的？又不是没见过打仗回来的，
封镇北大将军，现在又封护国公，3代袭爵，苏家的权势已经到了顶峰，这势头太猛了。苏贵妃在后宫，只怕要一手遮天了。奶娘，你今天不太高兴？胡说什么？来，给奶娘说说今天学了什么。今日教了《吕氏春秋》的古训：权则必缺，急则必反，盈则必亏。仔细说说。意思是说，完美的东西肯定有缺陷，权力到了顶点就会走反方向。奶娘，你不用担心苏家，我长大了，我会保护奶娘的。奶娘不用你保护，你好好读书，好好做人，比什么都强。苏家权势熏天，想捏死我们，就像捏死一只蚂蚁。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。我张贵芬活了大半辈子，还没怕过谁。张嬷嬷，今晚太极殿设庆功宴，贵妃娘娘说了，宴席上人手不够，让您过去帮忙倒酒。张嬷嬷，他们就是故意的。太极殿那么多宫女伺候，哪就缺您一个了？护国公凯旋，他们这是要拿您去立威。缺不缺是他说了算，去不去我说了不算。我去一趟，没事儿。张嬷嬷，过来给护国公倒杯酒。哼，你就是那个奶娘。听说你挺有本事，又是治水又是辟邪，在皇上面前一通说，把大臣的主意都否了，本事大得很嘛。奴婢是。倒酒，再倒。他们在等我发作，等我露出一丁点不痛快，好名正言顺的捏死我。我偏不如他们的意。六弟，你怎么了？脸色不太好。没事，我没有权利，我只是一个被苏家看不起的六皇子。那个将军让他跪，他就得跪；让他倒酒，他就得倒。而我，连替他说一句话的资格都没有。恒儿，怎么还没睡？奶娘，我今天在宴席上都看到了，看到那个将军欺负你，看到贵妃故意使唤你，但我什么都做不了。恒儿，你是不是觉得心里憋屈？那你告诉奶娘，你想怎么做？我要掌权。奶娘不拦你，但你要想清楚，那条路不好走，搞不好连命都没了。哪怕一辈子都得不到你想要的，也不怕。不怕，我不怕等。好，那奶娘就陪你走。六皇子四书五经之外，为何主动要求学兵法与史书？学生想多知道一些东西。这孩子的心思远比旁人深重，念头生了根就拔不掉了。他需要时间长大，但苏家绝对不会等。如今苏家竟手握重权，刀子随时会落下来。但我万万没想到，那把刀会劈向一个我根本没防备的地方。张嬷嬷，出大事了！什么事？贵妃娘娘，她在皇上面前哭诉，说要把六皇子接回储秀宫亲自教养，
早朝上，苏派的官员全站出来了，苏将军也发话了，说您出身低微，不配教养皇子。张嬷嬷，奶娘，你怎么了？你的手好凉。奶娘，奶娘，你别哭，谁欺负你了？你告诉我。恒儿，苏贵妃的人在皇上面前说，让你搬回储秀宫，让他亲自教养你。奶娘不哭，皇儿在呢。父皇怎么说？皇上还没定。奶娘别怕，不管谁来接我，我都不走，我哪儿都不去。白天去储秀宫读书，晚上回桂花院，这算什么折中？让一个7岁的孩子白天一个人待在那个吃人的狼窝里，他怎么可能放心？奶娘，我明天去那边，但我晚上一定回来。恒儿，去了那边，不管他说什么做什么，你都忍着，不要跟他顶嘴，不要跟他吵架。晚上回来告诉奶娘就行。奶娘放心，我知道该怎么做。恒儿，奶娘，我就在这儿睡。奶娘，恒儿，奶娘不会让你一个人的，就算只能在储秀宫门外站着，就算去求陈太傅，我也得想办法守在你身边。太傅，奴婢求你一件事。你说。请太傅在皇上面前提一句，六皇子已经7岁了，是个有主意的孩子了。这样的大事，是不是该问孩子自己的意思？老夫试试。环儿，朕问你一件事，你需据实回话。你愿不愿意搬到储秀宫去住？父皇问儿臣，儿臣就实话实说，不想去。为什么？儿臣从记事起，就是奶娘带大的。儿臣生病的时候，是奶娘守在床边给儿臣喂药；儿臣饿肚子的时候，是奶娘自己喝稀粥，把稠的留给儿臣；儿臣害怕的时候，是奶娘抱着说不怕；儿臣被人欺负的时候，是奶娘挡在前面。贵妃娘娘是儿臣的生母，儿臣知道，但以前儿臣住在偏殿里，生病发烧快死了，没有人管儿臣，是奶娘来了，儿臣才活下来的。行了，你先回去吧。贵妃，你也听到了，不是朕不让你养，是孩子自己不愿意。
那个野种当着皇上的面说不想来我这儿，他说我从来没管过他，我苏家的脸都让他丢尽了。事到如今，你还看不明白吗？那个孩子的心长在那个贱婢身上，你强行要回来，也养不熟。那个老东西不能留。奶娘，我今天跟父皇说了，我说我不想离开你，我哪儿也不去。恒儿今天拿真心碰了苏家的逆鳞，虽然暂时赢了，但这死仇是彻底结下了，苏家绝不会就这么算了。六皇子的功课，如今学到什么地步了？回皇上，六皇子天资聪颖，且心性坚韧，这些是六皇子近期的文章。这也是他自己写的。回皇上，臣只是稍下点拨，这些话是六皇子自己琢磨出来的。朕当了这么多年皇帝，对这个儿子竟然陌生到这般地步。那个太医口中难成大器的病秧子，什么时候长成这样了？传他过来，朕亲自考考。怎么理解仁？怎么看待孝？回父皇，仁者爱人，但不可愚善；孝者尊亲，但当明辨是非。苏家如今树大根深，苏贵妃跋扈，三皇子被养得骄纵不堪。这孩子没有母族倚仗，全凭一个奶娘拉扯大，就像一张白纸，骨子里有韧劲儿，是个绝佳的制衡筹码。陈太傅说，这些大部分是你那个奶娘教的。回父皇，奶娘教了儿臣认字和做人的道理，学问上的事是陈太傅教的。下去吧，往后你的功课，朕会时常过问。儿臣告退。你父皇夸你了是好事，但不能骄傲。恒儿明白。恒儿，皇上开始看重你，苏家的眼睛就会死死盯住你。从今天起，奶娘教你点别的。第一，怎么看人，跟人说话看他的眼睛，眼睛会躲的人心里有事。要是他不但躲还出汗，那就有大事。第二，怎么断事，遇到事儿别急，先想想这件事谁最受益，谁最受损。想明白了这2点，你就能看清一半。第三，怎么育人，对下人不要太苛刻，但也不能太好。太苛刻了，人心会散；太好了，人心会野。不远不近，刚刚好。奶娘，你为什么教我这些？因为你要走的路跟别人不一样，别人可以慢慢来，你不行，你没有慢的命。娘娘，朝堂上的布局差不多了。皇上最近虽然开始关注那个小畜生，但也只是关注而已。他的根基太浅，一个奶娘养大的孩子，能有多大出息？我等不了那么久，皇上这是在打我的脸！如果不趁早拔了那个贱婢，等那个小畜生成了气候，死的就不是那个贱婢，而是我们苏家！我现在就要让他死！陈朱七，今时不同往日。现在六皇子入了皇上的眼，你明着动他，只会惹火烧身。再等等，
等我们的人把兵权、财权都拿到手，到时候要收拾他，不过是一句话的事。皇上的关注是双刃剑，苏家绝不会坐以待毙。我不知道还能护他多久，但我就算拼了这条老命，也得给他腾出一条血路来。六弟，等等我！恒儿在宫学里稳居第一，陈太傅看重，兄弟们也亲近。这日子表面上看，真是挑不出一点毛病。院子里的人手脚麻利，日子太平，但这平静能维持多久，谁也说不准。苏贵妃最近太安静了。苏贵妃连一个曾跟我有过节的嬷嬷都不放过，她这是在织一张大网。而皇上身体在变差，皇上若是不在了，换了新皇，苏家的势力必定遮天蔽日。我和憨儿还有活路吗？储秀宫那边不用刻意去打探，但只要有生面孔进出，或者有什么不寻常的动静，立刻告诉我。嬷嬷放心，小的明白。刚传来的时候，一个人跌跌撞撞，被断粮，被当成妖孽。现在小村子靠得住，陈公公暗中提点，陈太傅护着恒儿，从孤军奋战到有了盟友，每一步都算数。奶娘，你还没睡？这就睡了。你别看太晚，小心伤了眼睛。知道了，再看2夜就睡。皇上多日抱恙，朝堂上关于太子和三皇子的议论已经压不住了。在这宫里，没有母族，没有靠山，就算再有本事，也没人看得见。但我相信，总有一天，恒儿会让所有人都看见。攻克第一有什么用？骑射第一又有什么用？还不是个没娘养的野种！奶娘教过，嘴上赢了不算赢，跟人争口舌，不如让他的拳头打在棉花上。张嬷嬷，您拿好，1分不少。拿着刀子的人能看出想干什么，但一个学会隐藏情绪的贵妃，
比以前暴跳如雷时可怕100倍。皇上的身体撑不住了，朝堂上为了立太子的事吵翻了天，唯独没有人会把一个奶娘养大的六皇子放在眼里。一晃7年了，那个世界的儿子和儿媳还在超市上班吗？我那个亲孙子现在个头应该跟芬儿差不多高了吧？储秀宫的灯火再亮，里头全是算计。这盏孤灯再暗，也是我在这世上活下去的全部意义。奶娘，外头冷，别坐太久了。知道了，你也别看太晚。恒儿，朝堂上都在争，你就不想争一争？奶娘教过我，先站稳再迈步。我现在还小，急什么？皇上的身体撑不了多久，等天变的那一天，光靠4书5经斗不过苏家那张网。我得教他一些不一样的东西，用我带来的这个世界的知识。生日要吃甜的，一年到头都甜。奶娘也吃。涵儿，这是奶娘送你的生日礼物。奶娘，这是你画的？嗯。恒儿，你看，北边是草原。游牧民族冬天冷，牛羊没吃的，不抢就得饿死。咱们在北边修长城，驻重兵，不是想打他们，是为了挡住他们。东边靠海，隔得远，没危险，适合做买卖，把丝绸、茶叶卖出去换东西。买卖做好了，百姓日子就好过。西边呢？西边高原沙漠，路难走，但有好马，修好路，东西就能流通。南边林子密，瘴气重，但气候暖。要是开荒种地，大齐的粮食就不愁了。奶娘，你是怎么知道这些的？奶娘以前在老家见过一个走南闯北的货郎，他讲的。奶娘记性好，都记住了。奶娘，那要是一个皇帝能把这几件事都做好了，百姓是不是就能过上好日子了？是，不打仗，有饭吃，有衣穿，孩子能读书，老人能养老，这就是好日子。奶娘，我以后要是我想让百姓过上好日子。赵嬷嬷，这是你画的？怎么了？嬷嬷，这东西可不能让人看见，撕毁天下疆域图，这是死罪。要是被告上去，您和六皇子都得没命。我知道，看完了就收起来，绝不外露。奶娘放心，这幅图我不会让任何人看到。恒儿的眼界已经飞出这堵墙了，但外面的路上藏着多少把刀，苏家的刀，朝堂的刀，
这双手打开了他的眼界，也把我们推到了死门关前。孩子已经看见了外面的世界，就再也回不去了。前面就是刀山火海，老娘也得陪他闯过去。六弟，你那奶娘是不是又在屋里给你绣花鞋呢？一个奶娘养大的，也配来演武场？三哥，你说我可以，别说我奶娘。怎么，我说错了？你那个奶娘是什么好东西？一个乡下来的粗鄙妇人，大字不识几个。三哥，你要是个男人，就别在背后说人。有本事你跟我比一场。骑射、兵法、攻克，你挑。你要是输了，以后就别再说我奶娘半个字。比就比，3场，骑术、射箭、兵法，谁先输2场，谁认栽。行。六弟，认不认？还有2场。还有最后1场，兵法，你敢不敢比？有何不敢？假设你2人各领1军，在峡谷中相遇，你军粮草不足，敌军人数2倍于你，你如何取胜？先派斥候探明敌情，趁夜偷袭，烧了他们的粮草。敌军人多，粮草消耗也大，粮草一烧，必然军心大乱。我军趁机总攻。峡谷地形狭窄，敌军人数优势发挥不出来。先派一小队人在峡谷口设伏，吸引注意，把主力撤到峡谷外设下口袋阵，再派1支精兵绕后。敌军急于追击，冲出峡谷，就中了口袋阵。前后夹击，人越多越不好转身，反而互相践踏。还有，粮草不足时绝不能拖，不管是偷袭还是口袋阵，3天之内必须结束战斗，不然不用敌人打，自己就先饿垮了。好，3皇子想的是怎么打，6皇子想的是粮草不足时的全局。打仗更要看谁能撑最后。陈太夫说，6皇子的兵法思路不像是死背书本，更像是自己想通了里面的道理。他像谁呢？真像他这么大的时候，也没有这样的见识。老奴斗胆，6皇子像陛下年轻的时候。听说你赢了，3皇子输了不服气，回去肯定要跟苏贵妃闹，这几天小心点儿。奶娘放心，我知道。恒儿，你今天做得对。他说你什么都可以，但他说到奶娘的时候，你站出来，奶娘很高兴。奶娘，谁都不能说你不好，谁说你不好，我就跟谁急。
张嬷嬷，出事了！出事了！苏太师带着20多个官员联名上书，逼着皇上立三皇子为太子。皇上没答应也没拒绝，只说再想想，就退朝了。现在储秀宫那边，去贺喜的人都快把门槛踩破了。知道了，苏家准备了这么久，早晚有这一天。皇上能顶住一次，顶不住第二次。苏家这是在摊牌。皇上的身体越来越差，一旦苏贵妃的儿子当了太子，我和恒儿绝对见不到明天的太阳。奶娘，朝堂上的事，我知道了。你怕不怕？有一点，但也不全是怕。那你心里是怎么想的？奶娘，太子可以不当，但我得有力量保护你，保护我在乎的人。如果连你都保护不了，当太子又有什么用？好，奶娘信你。陈公公，传旨，命六皇子萧寒，明日起，每日到御书房听政。皇上圣明。皇上这是要把寒儿推到台前当挡箭牌。11岁听政，大齐从来没有过。从明天起，他就要踏进那个吃人不吐骨头的地方了。恒儿，明天去御书房听政，记住3点。奶娘请讲。第一，多看少说，头几天别急着开口，先看明白朝堂上的形势，谁跟谁是一伙的，谁说话管用。第二，不懂的不要装懂，回来问奶娘或者问陈太傅，不要怕丢脸。第三，不管听到什么，都不要在御书房里失态。有人会故意说难听的话激你，你只要面不改色，他们就没招了。奶娘，我都记住了。继续议事。怎么样？奶娘，今天听了一早上，有些能听懂，有些听不懂。但我看明白了一些事。户部和兵部的人说话时不对付，有个老御史说话直，但没人接他的话茬。兵部的人底气最足。朝堂上的事比书本里复杂。从今天起，一切都不一样了。这只蜀鹰终于要自己去搏击风浪了。好啦，整整齐齐的了，去吧。奶娘，你别弄了。苏太师今天告假回来了，但他从头到尾一言不发，连兵部要钱的事都没插嘴。
这不对劲。以前他什么事都要管，今天太安静了。六皇子，请留步。太师有何赐教？六皇子这几天在御书房听政，可有什么心得？太师，我才来了几天，很多东西都听不懂，不敢说什么心得，就是觉得朝堂上的事比我想的复杂得多。六皇子谦虚了，老夫听说你在宫学里读书最好，连陈太傅都赞不绝口。怎么到了御书房，反而说听不懂了？读书和理政是两回事，读书只要记住就行了，理政要明白里面的门道。我才11岁，连门都还没摸到，哪敢说什么心得？六皇子年纪既虽小，见识倒是不浅。好，好。他最后那2个好字不是夸我，是带着刀子的。六皇子不是个省油的灯。太师，他不过是一个11岁的孩子。11岁，你们是没看到他今天在广场上的样子，站在那里不慌不忙。老夫问他的话，他答得滴水不漏，既不懦弱也不张扬，这是一个11岁的孩子能干出来的事。旁边还有几个官员没走，站在不远处。那他是故意的，他想让你当着别人的面说错话。你要是说了一句不得体的话，消息马上就会传出去。你答得好，他才不高兴。那个奶娘有问题，一个乡下来的妇人能教出这样的孩子，我不信，这里面肯定有文章。老三那边的事先放一放，六皇子才是真正的威胁，得在他真正成气候之前，给他设一道跨不过去的坎。你以后在御书房，不光要听皇帝和大臣们说什么，还要看谁在看你，谁在打量你，谁在跟旁边的人交换眼神。朝堂上最危险的，往往是那些你没注意到的小动作。恒儿，喝碗汤，别看了。奶娘，你觉得苏家下一个会在哪里动手？不管在哪里动手，记住，不要慌。他们在明，我们在暗。你在朝堂上多听多看，少说话，不给他们留把柄。他们找不到你的漏洞，就只能等。等得越久就越急，人一急就容易出错。那他们出错的时候，就是我们的机会。是，所以不急，慢慢来。皇上，边关将士浴血奋战，但北境军粮运输损耗连年增加，到了将士手里竟少了一半，中间必定有人中饱私囊。臣恳请皇上派一位皇子亲自前往北境督察军粮，以安军心，以正国法。这是一个死局。去了，查出问题得罪苏家。查不出来，就是我昏庸无能。北境路途遥远，天寒地冻，一个孩子去不合适。六皇子才11岁，从未出过远门，北境风沙大，万一出了什么事，谁担得起这个责任？此事容后再议。退朝。
父皇今天挡了一把，但那句容后在意没有把话说死。朝臣们都看出来了，苏家不会罢休，我成了随时会被推出去的弃子。奶娘，父皇今天是帮我挡了，但苏太师准备的这么周全，他迟早会把这件事再提出来。恒儿，你刚才说去了查出问题得罪人，查不出来是无能，你看出了这2层陷阱，有进步，但你漏了最要命的一层。还有什么？北境路远，一走就是1个月。这一路上，山匪路霸，马失前蹄，水土不服，随便一个意外就能让你回不来。所以你父皇今天把你摘出来，是走运。但你记住，永远不要顺着对手的歧路走。苏太师逼你在去和不去之间选，这是左和右。你父皇说你年纪小，这是他没想到的第3条路。以后苏家再出招，逼你选的时候，你就跳出他的棋盘，找他看不见的第3条路。破局。奶娘，你在算账？算算咱们手里的本钱。父皇和太傅我懂，但奶娘把百姓当成了筹码，民为贵，原来不是书上的空话，是可以握在手里的刀。苏家的优势是几十年的兵权和后宫，我们的优势只有皇上那点儿不知能撑多久的偏心。时间不多了，苏家的棋盘已经铺开了，我的棋子也该落子了。张嬷嬷，出大事了！皇上今天早朝坐在龙椅上直接晕过去了，太医院全去了，说是操劳过度，开了一堆人参鹿茸的大补药。现在皇上昏睡不醒，苏贵妃把其他娘娘全挡在外面，趁机把后宫的权都揽过去了。头晕、昏睡、气血两虚，还要大补，这症状分明是高血压、脑供血不足。现代社会80岁老太太都知道，这种病越吃人参鹿茸，血压越高，死得越快。太医院的方向完全反了。皇上要是没了，苏家一旦掌权，咱们这院子里的人全得死。陈公公，奴婢有几句话关乎皇上的病。说。奴婢没学过医，但在老家见过跟皇上症状一模一样的人，也是头晕嗜睡，家里人大补特补，结果越补越严重。那种病绝对不能大补。你是说太医院的方向错了？奴婢不敢非议太医院，但皇上吃了2天的补药，不但没醒，反而更重了，这是事实。公公，再这么补下去，恐怕……你说的老家方子有具体的东西吗？减去人参鹿茸，加治头风的平补之药，比如天麻。咱家试试。天麻吃不死人，但如果我判断错了，皇上没挺过来，我和恒儿就是死路一条。
张嬷嬷，皇上醒了。陈公公传话，皇上早上自己坐起来喝了半碗粥。太医院说脉象稳了。张嬷嬷，皇上今天问咱家，药方是谁让改的？咱家没说。张嬷嬷，你跟咱家说句实话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一个普通的奶娘不可能有这样的胆识和手段。陈公公抬举了，奴婢就是一个奶娘，只是在乡下见过的病人多了，瞎猫碰上死耗子罢了。暴露了底牌，但也换来了一个在皇上面前说得上话的死忠盟友。只要皇上活着，苏家就不敢明着动刀子。张嬷嬷，皇上口谕，宣您去寝宫回话。陈公公跟朕说了，药方的事是你提醒的。回皇上，奴婢不敢说是提醒，就是把自己在乡下见过的土法子说了出来。是陈公公拿的主意。你倒是会推，不过陈公公能听你的，说明你说的有理。朕叫你来，不是要治你的罪，朕想问问你，你到底是哪里的人？你懂的东西不像是个普通妇人。陈公公说你连字都认识不少，一个穷苦人家出身的女子是怎么识字的？回皇上，奴婢是保定府人，小时候家里穷，被卖到了大户人家做丫鬟，跟着少爷小姐们识了些字。后来家里遭了变故，这才进了宫。六皇子学写字的时候，奴婢在旁边看着，又跟着学了一些。不管你是哪里人，你对朕和六皇子有恩，朕记着。从今天起，你可以随时出入御书房，不必通传。去吧，好好照顾六皇子。奴婢谢皇上恩典。随时出入御书房，这是天大的恩典，也是把我架在火上烤。皇上根本没信我的鬼话，他只是选择留着我这把刀。查无此人，保定府根本没有张贵芬这号人，宫里的记录也是糊涂账。一个来历不明的人，在宫里待了这么多年，还养着一个皇子。兄长，这样的人留的吗？留不得，但他现在有皇上护着，连御书房都能随时进出，不好直接动他。那就等，皇上不可能护他一辈子，他现在走得越高，将来摔得越重。来历不明的人养大的皇子，谁知道会不会学坏？只要有人拿他的来历做文章，不用我们出手，自然会有人替我们把它撕成碎片。皇上给了我恩典，我的嫡系肯定会被人翻个底朝天。一个没有过去没有根的人，一旦被揭穿，连带着恒儿也会变成朝堂上的把柄。恒儿，奶娘问你件事。奶娘，你说。如果有一天，有人拿奶娘的来历说事，说不知道奶娘是从哪里来的，是个来历不明的危险人物，你会怎么做？奶娘就是奶娘，不管是从哪里来的。你养我长大，教我做人，你就是我的亲人，别人说什么都没用。还是恒儿会疼人。张嬷嬷，苏家在查你。他们查得很细，顺天府、保定府全翻了一遍，到处在问有没有一个叫张贵芬的妇人，连宫里当初登记你入宫的记录都查了，不像是随便问问。这一天还是来了，皇上给了我特权，苏家终于盯上了我的死穴。
我在这世上连个假户籍都没有，就像一阵风，只要苏家伸手一推，我连个水花都翻不起来。苏家查户籍的事儿，咱家找了顺天府的人，把册子压了压，让他们一时半会儿翻不到。但这只能拖几天。苏家要查的人还没查不到呢。张嬷嬷，你跟咱家交个底，你的来历到底有没有问题？陈公公，如果我说没问题，你信吗？咱家信你，但光咱家信你没有用，你得想办法把这窟窿堵上，不然迟早是个要命的麻烦。多谢公公提点。奶娘，你脸色不太好，是不是遇到什么事了？没事儿，奶娘就是干活有点累了。奶娘，你每次遇到难处都跟我说没事，但每次都在骗我。恒儿，奶娘，我长大了，我不是3岁的时候了。你要是遇到难处，可以跟我说，我可能帮不上大忙，但至少我能帮你分担一点。奶娘没事，就是有些事情要想一想，想明白了就好了。你好好读书，别担心奶娘。找人做假户籍，我根本不认识外面的人，找人冒充家人，没人信得过。如果我被当成细作赶出宫，恒儿一个人在这吃人的后宫里，就是死路一条，不能跑。我得让一个不存在的人变得存在。这封信的落款是一个不存在的保定府远房亲戚，信里写当年家里穷，把女儿卖给了人贩子，这些年一直想找但找不到。在这个没有指纹鉴定的年代，一封从家乡寄来的信就是证据，只要皇上愿意相信，它就是铁证。我不需要骗过苏家，我只需要给皇上一个保我的台阶。说实话，奶娘这几天到底怎么了？殿下，张嬷嬷不让说。你不说，我现在就去问苏家的人。殿下别！苏家在查张嬷嬷的户籍，查到了她没有来历，正准备拿这个做文章，要置嬷嬷于死地。殿下，你去哪儿？御书房。有什么事？父皇，儿臣想求您一件事，想请您下旨，正式敕封奶娘为儿臣的父母。为什么突然提这个？不突然，儿臣想了很久了。奶娘从儿臣3岁起照顾儿臣，生病时整夜守着，被人欺负时挡在前面，儿臣能有今天，都是奶娘的功劳。但她在宫里没有任何名分，连正式品级都没有，儿臣觉得这不公平。你奶娘出什么事了？父皇，奶娘对儿臣很重要。以前那个躲在角落里发抖的小孩，现在会为了维护自己在意的人，敢站到朕面前来要圣旨了。羽翼渐丰，学会护短了。来人，拟旨敕封张贵芬为正六品六皇子父母，加一句：六皇子父母乃朕亲封，任何人不得质疑其身份。皇上亲自加的那句话，明摆着是护着那奶娘，谁再拿她的来历做文章，就是抗旨。好，张嬷嬷，接旨啊！我以为这死局只能靠我自己去填命，没想到那个我一手带大，以为还需要我保护的孩子，
已经学会保护我了。寒儿，是你去求的？是。你不怕皇上问你为什么突然要敕封？怕，但比起怕，我更不想让你出事。奶娘，别怕，以后我来保护你。正六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这孩子用他自己的方式替我筑了一道墙。谁再想拿我的来历做文章，就是抗旨。穿越过来吃不饱饭，挨板子，提心吊胆，在这一刻，全都值了。张父母，您喝茶。这点小事儿，哪用您亲自跑一趟？自从那道敕封旨意下来，日子松快了半年，苏家消停了。不是他们怕了我，是在等。皇上的底子已经亏空了，他在硬撑，撑到恒儿能在朝堂上彻底站稳脚跟。刚穿来的那个冬天，破院子四处漏风，我和3岁的恒儿裹着一床破被子，想的都是怎么熬过那个冬天。现在屋子不漏风了，棉袄厚实了，连扫帚都比当年的好使了。奶娘，外头冷，别冻着了。你出来扫雪也不知道披一件衣裳。奶娘皮糙肉厚，不怕冷。那也不行，我来扫，你回屋歇着。你会扫吗？看你扫了这么多年，不会也看会了。奶娘，你在想什么？在想你小时候的事。刚来的时候，你才这么高，瘦得皮包骨头，谁想到现在都能帮奶娘扫雪了。奶娘，以后每年冬天的雪，我都帮你扫。好，那奶娘可就等着了。恒儿，扫完雪进来，喝碗热粥。好。太医院传了准话，脉象弱得快摸不到了，皇上这次熬不过去了。边关的精兵我已经安排妥当，随时可以拔营。京城里的禁军统领有一半已经拿了我们苏家的银子，只要丧钟一响，我立刻封锁九门，拥立3皇子登基。太子是个软骨头，不足为虑。唯一不确定的是桂花院那个小畜生，皇上这半年来太偏心他了。不除掉就是后患，在皇上驾崩之前，把桂花院清理干净，连同那个奶娘，一个活口都不要留。明白？我明早就出城调兵，城里的事交给我留下的死士。恒儿，你跟奶娘说实话，你父皇的病到底怎么样了？太医院的人说不太好。今天下午我去请安，父皇拉着我的手，说了几句话，说着说着就睡着了。我叫了他好几声，他才醒。他醒了之后看着我，好像不记得我是谁。奶娘懂了，苏家那边是不是要动手了？你什么时候？前几天，
奶娘，你别怕，如果苏家真敢动手，我不会坐以待毙。就算我打不过他们，至少我能挡在你前面。我不是3岁的小孩了。退烧了，脉上稳住了。朕病了几天？回皇上，整整5天了。5天，够了。陈公公，研墨，拟旨。皇上竟然醒了，还下了那种圣旨，13岁协理朝政，所有奏折先送6皇子过目。他这是在用最后一口气，把那个小畜生硬生生推到龙椅上。江南道方来急报，连降暴雨。左边是苏家门下的转运使写的，说灾情已控，问题不大。右边是当地知县冒死送来的密折，说堤坝未修，转运使扣留赈灾银。2份奏报必有一假。草民叩见6殿下。喝了再回话。我只问3句话：第一，你何时从江南动身？第二，你出发时水淹到哪里了？第三，你亲眼看到赈灾银被扣了吗？回殿下，草民出发时水已经淹过膝盖了，堤坝上只有几个民工拿沙袋堵，根本没加固。草民没亲眼看到银子被扣，但草民在转运使衙门外等回信时，听见里头的大人们在喝酒划拳。6殿下，10万两不是小数目，不经地方官府直接送银，不合规矩。况且灾情是否如知县所言，还需派人核实。王大人觉得转运使的奏告可信？转运使乃朝廷命官，自然不会虚报。知县也是朝廷命官，2份奏报截然相反，王大人觉得哪份是假？下官的意思是，应当先派人去江南核实，等查清楚了再拨银。等核实清楚，下游10几个县的百姓还在水里泡着，到时候不是银子的问题，是几万条人命的问题。王大人，这个责任你来担，若是有去无回，我担着。我亲自批的手令，出了事我负责。各位大人，还有意见吗？6皇子直接批了手令，用御书房直属官员押送，完全绕开了江南道的地方官府。10万两赈灾银不走地方官府，这意味着苏家的人1分油水也捞不到。一个13岁的孩子，第1道政令就精准地切断了苏家的财路，好得很。送往江南，告诉那边的人，这10万两银子绝对不能活着到灾民手里。属下明白。先喝口热汤暖暖胃。听说你今天在御书房跟那些大人们顶牛了？不算顶牛，就是有人反对我不走地方官府拨银子，我回了几句。那你觉得你今天做对了吗？奶娘，我不确定那10万两能不能顺顺利利全部到灾民手里，但我确定，如果我什么都不做，那些灾民1两银子也拿不到。做总比不做好。恒儿，你长大了。孩子敢做决定，敢担责，
像个真正的掌权者了。但他今天动了苏家的钱袋子，苏家那帮吃人不吐骨头的豺狼绝对不会善罢甘休。那10万两银子的路上，怕是有一场血雨腥风。夜里偷袭，人数众多，押运的护卫没防住，7万两赈灾银被劫了。山东官道南北通衢，哪儿来的山匪敢劫赈灾银？手法干净利落，只拿银子不伤命，这是苏家干的。他们要在半路上截断灾民的活路。知道了，你先下去吧。今天出事了，银子被劫了。奶娘，我知道是苏家干的，但我没有证据。他们做的太干净了，找不到一点痕迹。恒儿，你看，这是户部拨银，这是押运上路，这是地方接收。银子是在路上被劫的，你想过没有？为什么苏家能算得这么准？因为他们知道路线，知道押送时间。对，所有的信息都在这一条线上。管钱的和管账的是同一拨人，只要这条线上有一个人是苏家的内鬼，这批银子就等于是送给他们的。奶娘说的对，但银子已经没了。是晚了，但下一批不会晚。下一次不要只派一批人，分3批，走官道，走水路，走小路。3批人来自3个不同的衙门，互相不知道对方的路线。到了地方，3方同时验银对账。奶娘，你怎么知道这些的？以前在老家听跑商的人说过，做大买卖的从来不把所有货放在一条船上。你细品品。六殿下，分3路押送，还要动用兵部和御书房直属侍卫，这押运的花费比一批走要多出2倍不止啊！王大人，上一批银子走一条路，被劫了7万两，多花一点押运费，跟白白损失7万两比起来，哪个划算？分3路走，就算有一路出了事，还有2路能到灾民手里。这次方案已定，不必在意。出了事，我负责。去吧，属下遵命。你今天给那个侍卫长的密信里写了什么？我让他到了地方之后，先放出银子到了的消息，但银车暂不入库。动手脚的人看到银子到了，肯定会慌，一慌就会露出马脚。只要他们动了，我们就能顺藤摸瓜。分3路，是谁教他的？殿下，江南道传来捷报，3批赈灾银已全部安全抵达。当地官员和百姓在府衙门前同时开箱验银，一分不少。到了就好。对了，人在做，天在看。有些事情不做，不等于别人不知道。今日还有一事，以后凡是涉及钱粮调拨的政务，一律采取3方会审制度。管钱的不管账，管账的不管发放，发放的不管验收，3方各司其职，互相监督。每一笔账目必须3方签字才能生效。六殿下，这个法子好是好，但操作起来会不会太繁琐？每笔账都要3方签字，这繁琐一点，总比银子被人黑了强。六殿下，
这个制度在大齐没有先例，若是贸然推行，以前没有，不代表以后不能有。以前也没有13岁协理朝政的先例，现在不也有了？三方会审的折子已经发下去了。门客去山东的事，六皇子虽然没明说，但那句“人在做，天在看”，分明是已经查到了我们头上。这个孩子不能再留了。他这个三方会审的法子，朕像他这么大的时候想不出来。六皇子像陛下，都是天生的。奶娘，你教我的那个方法，我用到政务上了。今天在御书房说这个制度的时候，苏太师的人一个都没敢反对。别得意太早，你今天赢了一场，他们明天就会想别的办法对付你。这宫里，永远不要觉得赢了就没事了。我知道。他今天高兴，不是因为出风头，是因为他终于建立了一个让苏家无法反驳的新规矩。他在用自己的方式，把苏家的手一点点剁掉。那个曾经需要我用命去护着的孩子，现在已经开始反过来保护我了。朕问你一件事：如果朕把江山交给你，你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？收拾烂摊子，让百姓先吃上饭。就这，父皇在位多年，大齐表面风光，底子已经空了。苏家把持朝政，贪墨成风，国库一年比一年空。儿臣说的收拾烂摊子，就是把苏家的势力从朝堂上清理出去，把蛀虫连根拔起。等收拾完了，才能谈百姓的好日子。你比朕强。朕年轻的时候也想过收拾烂摊子，但朕顾虑太多，怕动了根基。等你像你这么大的时候，朕还在想着怎么在兄弟中活下来。你比朕强。朕的旨意已经写好了，压在御书房的匣子里，等秋烈回来就宣。父皇，不要说废话，把你扶上这个位置是朕做的最对的一件事。出去吧，朕累了。送一封密信到边境。是。 14年了，老夫小看了他们，但在他登基之前，必须除掉他。
张嬷嬷，早朝上皇上当众宣布，秋猎之后重新立储，现在满朝文武都炸锅了。秋猎，皇家猎场人员混杂，苏家绝对不会让孩儿活着回到京城。秋猎就是他们最好的动手机会。恒儿，秋猎的事你听说了，苏家肯定会动手。奶娘，你在怕什么？秋猎，我知道，他们来就来吧，怕有什么用？该来的躲不掉。奶娘，你别担心，我会保护好自己，也会保护好你。队伍里生面孔太多了，路边跪着的老百姓，随行的侍卫太监，谁知道哪个是苏家埋下的刀子？给我一把刀！奶娘，要小心。奶娘，你还好吧？坐了一天的车，路上没异常吧？没有，路上人多眼杂，动手跑不掉，他们会等到猎场。我也是这么想的。林子太密了，里面藏一支军队，外面都看不见。明天围猎，你跟紧我。我是去骑马打猎，你跟不上。那我就在你能看到我的地方，反正你别离开我的视线。好。我听你的。